爱的来宾，亲爱的朋友，广大的越剧爱好者们，大家晚上好。首先呢，欢迎大家来到逸夫舞台，我们大家欢聚一堂，来观看纪念中国越剧100年的纪念演出。是的，非常荣幸能够和我们的广大越剧朋友们共享这盛世。我是主持人肖亚，我是主持人陶海。穿的这身戏装，大家也许都不认得了吧？给我们一些鼓励好吗？掌声热烈一点，谢谢各位。当然了，今天晚上我相信大家的掌声呢，不是为我们俩准备的，是为我们越剧100年而准备的。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着意的穿了这套戏装，让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思绪追溯到1个世纪以前，100年的辉煌。是的，让我们把起点看个清楚。那么应该说，在1个世纪之前，在美丽的旦夕之滨，那么一群这个说唱艺人，他们呢偶然之间走到了一起，登上了草台班。是的，从此呢，我们中国戏曲百花园地当中的一朵奇葩，就是越剧啊诞生了。那么从1917年越剧进入上海，算起来到今年是整整90个年头了。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我们和上海这座城市呢，一起见证了越剧的发展，从最早的男班时期发展到了女子文戏时期，又从女子文戏时期呢发展到了新越剧时期，直至成为了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剧种。那么今天呢，我们在逸夫舞台共同举办的是庆祝中国越剧100年演唱会，和我们的广大越剧爱好者们共同来庆贺越剧100年的华诞。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献给越剧100年。谢谢广大的越剧迷们，谢谢你们。那么对于越剧来说呢，唱腔当然是标志性的。小雅，你知不知道，在这个越剧刚刚诞生的时候啊，都是男班的天下，称为小歌班。一点都不错，当时都是男演员来演唱的。对，那个时候越剧男演员演唱的时候呢，非常的简单，没有丝弦。就是靠手里的一副鼓板，所以呢，演唱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就跌跌哆跌跌哆跌哆跌哆。所以我们老上海才晓得的，越剧最早叫啥？大家一道讲好吧？叫跌哆板，对吧？我们再响一点，1、2、3。多板，谢谢各位，老有味道的，非常有特色。普通话怎么说啊？帝都班嘛。帝都班，对，跌多板啊。所以呢，今天呢，首先呢，就有请我们越剧舞台的5位优秀的男演员，带着我们一起追本溯源，来感受一下男班越剧时期的演唱风貌。下面我们就来慢慢的欣赏。大家掌声响起，谢谢各位。李阿东，四缸里个事敲门了吧？敲门嘞！李阿东啊，快点开闸吵起啊！好来噻！8月13回家多，我的名字叫李阿东。父母双早死过，么贫富才财传接了我。从小农村来长大，么有钱人家上工做，那里做来夜里做，么想我的人真苦累工一场菜呀，是工是公牛一场菜，公牛菜上那里做来夜里做，么想我的人真苦累工一场菜呀，是工是公牛一场菜，公牛菜上阿杜啊，去当啥吵起？我去的。师傅。哎呀，那说不做人真这样哈个铃个铃铃个郎
你也晓得我公公是哪年呀老，每日天亮来呀去呀搞，手头花了地方里，上班跑到华湾岛。遇见一个老头心，对呀公公说啊要啊好啊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呀，他听到天都到，东有望来西有望，游来游去是没啥好。一夜遇到月宫里，看见一个月亮婆婆说不是个泥鳅条，我公公手太太向月亮婆婆讨来一根那个说不是个泥呀鳅呀条个铃个铃铃个郎啊哎出了一座无事啊个门，就去抢龙鼓啊一拉筋。前面有点闹盈盈嘛，后面有说浪亲啊亲。再过一入来过啊个门，门前两个关门人嘛，难道就是十来过啊门啊？个铃个铃铃个咿呀哎，为我妈妈，为我妈妈！哎呦！啥人说不啊？弄懂啥人讨项目个啦？究竟姑娘你家公公真啊不拉好，三块老来真啊挂掉，踩了我这头毛啊毛，还是杀他的黄毛毛，不是一只黄毛毛啊，这么单纯毛呀？不是单纯毛啊，这么上层毛？不是上层毛啊，这么哪个未必金丝毛的呢？一直不出金啊是啊毛，金丝毛来真啊包，惠州朝凤四股包，银子万股3000条，3000条银子我发拉马条，日里干净条，夜到被元包，陪我银子3000条，万不是天来啦西拉条。不为我银子3000条，嘿嘿，看看我们老太婆啊，不听老爷与我接来想，做上子来当官高，高农公公也是老头10来年老，手干一手老么月里也要高，府里嘛也要高，哦哟乡里也要高。南京也要高，北京也要高，我们统统要去呀高，高你呀有钱公公手干喽，陪我银子到怕了，事实不为我啊人啊子，看看我们老太婆，团圈要说你呀得闹，拉银飞过不拉跟我。团圈这个我要考，劝劝你们就近了，公公跟你去呀圈圈，陪我银子3000条，一让日起来了西拉条，不为我银子3000条，要去搞那个要去呀搞，我带走。
讨白派，啥讨白派来着？我是讨白派，啊，我是高考派。对。讨白派来家伙派，出缺伤人不应啊改。像我自从来到此做牛做马样样啊来，夜里混到夜晚啊混，吃点人啊人家菜，那么侬自家不是不管殿堂坐，困到老爱跑起来，碰着女人手里面，看见就在两岸菜，动不动看看就是家伙派。我看动还不够给自己个驱动啊！拜个零我一零我一郎哎！哎呀，又换了服装了啊，就是喜气洋洋啊！是的，哎，小雅，年代也变化了。应该说，我们从听越剧开始啊，听的就是女子越剧。对，但是听了我们这种从乡土吹来的一阵清风，这个男班越剧之后，你的感觉怎么样？是，确实好像回到了当年这个农村草台这个演唱的这个现场，着实和现在我们看到的越剧天差地别，那当然，味道完全不一样了。这是越剧100年发展历史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嘛？是的，据这个历史记载呢，1923年呢，在我们浙江嵊县呢，诞生了第一批这个女子越剧班。是的。啊，当时的这个花山鼻祖啊，施银花呢，也在其中。是的。而且呢，他就是根据不同的这个，为了适合女调的这个演唱呢，创作了这个四宫调，又叫四宫腔。哎呀，四宫调、四宫腔的创立可是非同小可啊！它解决了这个女子越剧发展中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唱腔问题。是的，男调女怎么唱，对不对？对。所以呢，也迎来了女子越剧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一点不错。那么今天呢，我想可以大家在这个追溯历史的过程当中，来梳理一下越剧的发展进程，从唱腔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那是当然了，当时呢可以说是发展起了一批女班艺人。那么最出名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三花一娟，对不对？三花一娟。这三花呢是指施银花。啊，这个赵瑞花，还有王杏花，一娟呢是越剧王后姚水娟，一点都不错，对不对？还有一位演员叫小白玉梅，演唱也非常有特色。今天大家可以再感受当年这些女旦角的一些风采了。好的，那么掌声响起，我们请出我们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为大家带来这一时期的女子四宫调的集锦。好，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各位。对哇。开呀了一酸汤来呀。
穿过花园百呀花亭啊。我在廊下洗步啊走啊哭啊呀，耳边上听得雨声声哭啊，那边原来是虎牢，为我听见雨哭啊声。难道是有人找不赢？我停下步来听一听。哎，我呼天抢地叫居民，难道此地无好人？并非本都传闻名。为百姓远走海洋深，才能救我出虎牢？我定要自甘弥补了命。听他一番吩咐啊，其他的人儿也放心。莫说报效不报效，举人的性命是理该应。何况大人是为官亲，他自保自甘为良民，要别用呀，多少穷人陪你，多少的女子上山生，大人这是要受冤死，百姓的冤枉哪顾生？他是可比中进巨人不惜命，我也想虚实旁观不该应。我是觉得大人是恶不，我分身三骨也关心。别罢，我也想跑着他天上，我定要去他四道黄粱灯。阿喏，为人在世呢，一种要有才有势，有得起啊，有得吃。侬嫁到马家去呢，娘把侬想想是多少个威风啊喏。城里发功劳呀，如正啊堂，田园产业遍天上，八里个方圆是称大王。开起那一日八万四宝殿，二在此来水呀断肠。一日不平家正好，三落木头大面行。乱不识货个做草地，举碗在是毛竹杠，东边西边无天章，西洋北里外开那七万个人流把看到屋里天个打工转工不勇敢。
两个乌头碰水碗，哎呀，两个乌头灯笼来送茶汤。两个乌头来梳妆，啊，两个乌头天侬来洗裳。八个乌头服侍侬，啊，侬一只好飞鸟采网。侬到仔细想想看，搿种介个人家是啊风光。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小白玉梅赖婚记的一个片段。是的，这个四宫调也是魅力无穷啊。刚才已经提及了很多这个四宫调时期的这个名旦啊，是，还提及到了我们的这个越剧皇后姚水娟，是啊，她可以说是我们越剧这个可以说是改革的先驱了，那当然改是这样良先驱。好啊，原来可以这么说啊，我们就要掌声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七派的传人金靖啊，为我们带来一段越剧皇后这个姚水娟的唱段。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请出大家非常熟悉的王派传人王志平来为大家呢演唱了一段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啊小丹桂的唱段。好，那么先有请金靖，有请金靖来了，推。有请。推。哎呀，金靖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七派花旦啊，这个姚水娟的唱腔，你原来接触过吗？是啊，没有。那么今天你准备唱的是哪一出呢？我的戏也来了，穿上戏装是不是？有点像京剧啊。对。大家来越节啊。哦，越节应该怎么讲？你唱，怎么说来？你要唱哪一出戏呢？哎，唱哪一出啊？今天是唱姚水娟老师拿手戏那个《泪洒相思地》片段。哦，这出戏我知道。特别有一个唱段。我为他，对啊，我为他。原来呢，这个本身的剧本里是8句，到了姚水娟老师那里，不断的增长，变成了18句。是的，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惨，是这样吗？是的，当时还成为一个佳话呢。那今天准备将这姚水娟老师当年的风采在舞台上展示。好，我们请金靖做准备。请准备。啊，我们一会儿就听着精彩的18句。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演唱会就是循着越剧的发展的踪迹，我们不断的来了解越剧，更多的让我们激发对越剧的热爱。当然是这样。那么在我们的金靖唱完了姚水娟的这一段这个泪洒相思地之后呢，我们将听到的是王志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四宫调时期非常著名的女艺人，就是小丹桂的一段非常著名的唱段。我们现在可以听到这个录音啊，就是烤红的一个片段，大家掌声鼓励一下他们。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姐呀，小姐妻子是命啊亮，我也不必再西墙，不愿他抛弃我。只愿自己少子长，我也是个官家女，只有读过4几章，临是个贞洁女，不应该私下定鸳鸯。因此被人看不起，将我当作路驴样，真是一世做的千古恨，这样回头就8年长，在我自己无知意，在他心上也是他叫郎，他
他不该当初以比喻来骗我，我到他心好比我一拉样，那是一曲无消息，看来我也在老是忘断上。不要宣了归许，且请息怒，听红娘说话来讲。雅君真身听啊真虚，小姐安非知呀对，本是姑姑并在上，无儿人。满着夫人去呀问，你们到书房，他说什么啊？他说道：夫人近来恩多人，爱着他一场欢喜变有趣，叫红娘献出四娃娃，小姐子是生我对呀。哎呀，小弟人呐！她是一个女儿家，怎可一人落儿呢？他儿人绵绵思女难分手，眼里应具今生明来恩去已2月，夜夜思望疾病啊头，一伤心意两相头，夫人啊，你得放手思切吧。对呀，今日莫言成了句，其间我别可怎呀句。都是你的小弟人。此事非关张生小妻红娘之事，乃是老夫人之故也。小弟人啊，怎么是我之故啊？心在人之根本，人而无心，大不可言。当着这病为父啊救，夫人是一句不见离之虑。深夜能将这病退，愿将小妻接乱去，张生既然应了命，只为小妻平毛玉呀。自叫好雨生苦啊关，他等忠心君呀呀对。为他前年离不拉锯，既然不听婚姻许，就已经他叫他走，不该留于寺院内，愿女狂夫当自谁，张生子此恩与人反最多，相思并中命难聚呀。再到死亡两句愚昧，难怀女叫是拉亲，夫人何必说对呀对，倘若传扬当瓦地，相国门庭取名律。盼望夫人迎皇帝，万计大事回去呀。我
定要把这广生告到官司。哎呀，倘若告到官府，老夫人先有自家不念自在过。一个文章吹吹嘘，一个子女为伴头，一那个同吃三角并距离，一那个小情鸟来与子娃岁，天生一对苦人儿，王夫人苦须便把手呀。谢谢两位的演唱。是，今天两位的演唱呢，跟平时我们听到的这个金靖的七派和这个王志平的王派啊，那都是迥然不同啊！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谢谢。谢谢。哎，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这个越剧四宫调时期的一组唱腔。是的，非常明显。当时啊，这个越剧的格局啊，还是以这个旦角为主的，一点都不错。对。那么在旦角领军的那个时代呢，乐坛同时呢也诞生了一批女小生名角儿。对，也有几位代表人物。是的，比如说这个涂杏花、马章花，就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人物。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要请出我们现在的小生的代表人物钱慧丽。以及我们的小生新秀张雨峰为我们带来涂杏花和马章花的代表曲目。那在这里要解释一下，待会儿的我们会听到的就是钱慧丽为我们演唱的一段桑园访妻。没错，就是何文秀的片段。但是这不同于我们非常熟悉的影派唱腔，而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大家掌声响起。待儿长相，为我来逢节与娃人，可怜娘亲尽恳求，张喜归到他人爱，千夫万婚看呀走，看看他们哇哇叫，只见是领出郎来句，见娇儿好似菊花容端丽。只见他上元节的王走啊，母亲母亲今日在没滋味，定要擦擦把娘舅，女童爱儿返家说，总想用娃照明走呀。叫声子令心中的，他送大爹娘好运，他劝为娘订烈酒，临在手握金儿走，在地无遇上丈夫从不走，端阳无人勇往走啊。年因金夫恩差丢，为娘到草林山走，我同要把娘
十指房，夫妻天上与地就才知道，你我儿女把娘就好。何文旭，
总为浙江靖安顺道害人，当官江湖上岸，实人私隐。我杨柳闻得真相，我妻在9里上院，待我往上院一决。殿下待我18原因，我妻身居杨家门，我不到别处去出拉房，9里上院为呀来迎，迎过3里桃花渡，举过6里行风尘。7宝2顶穿大鼓，9里上院命令举位坐起你呀将人，但见人家神来书门，一座上院多妙人，不知我去哪家等，那边万语做拉布台，中间一带木拉举门，用手上前去抬呀一拉抬，为何因你把青天门来关紧？别吵多空缺，可是母亲望来迎，听得那边父声响，上官场子下雨关门，莫不是母亲许不起千般苦，为转娘家上来去呀门。先发御呀言令，文须有关专家名，唐诗文须无关做，第四罗王弗拉为呀臣，闻声杨家人亲爱兵，难以早快起呀来迎。妻子许不起饥饿苦，抛弃我文须转故人。喜呀，故人俩是生病呀你，不可打我娇儿情。我们的服装又有了变化，我想随着我们这个整个我们纪念粤剧100年的演唱会历史的不断进程，我们的服装的不断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个粤剧的一步一步更多的迈向了今天。是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呢，上海沦陷，粤剧呢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这个时候啊，在报纸上已经出现了“粤剧危期到矣”的惊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粤剧面临着危机。的确是这样的。面对这一切呢，粤剧界的有识之士啊，奋起改革。是的，1942年，以袁雪芬为代表的一代人，竖起了新粤剧的旗帜，开始了粤剧的全面改革。那么这场改革，把我们的粤剧引向了编导、美、音、演多方面的全面的综合艺术的新阶段。哎，小雅，我突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哎，就是我们每个粤剧的不同的发展阶段啊，都是伴随着这个主音唱腔的改变而变革的。一点都不错。比如说从男班到女子粤剧，从这个正调到这个四宫调，是，然后又从绍兴女子文戏到新粤剧
那就是从四宫调向彩调的一个发展。是的。是的。啊，应该说这个彩调的发展是这个越剧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了。当然是这样的。那么彩调的由来呢，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在1943年的时候，袁雪芬老师呢在演出《香妃》这出戏的时候啊，和琴师周宝才合作，创造了以你为婉的彩调腔。因为当时的剧目的大多都是悲剧，而四宫腔呢已经很难适应这种悲愤的情绪了。对。而彩调的应运而生呢，为越剧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表现力更加丰富了。所以当时可谓是流派纷呈，越剧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华一清来为我们演出香妃哭头。好，我们掌声欢迎。谢谢。谢谢。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华一清带给我们的这个《香妃哭头》。虽然是袁雪芬老师早期的唱段，但是原派的韵味呢，已经是非常的醇厚了。就是啊，因为戏剧的发展，它本身就是声腔的变化和发展。对，越剧人呢，经过了这个艰苦卓绝的这个奋斗之后啊，终于以新的面貌呢，又赢得了观众的好评，再一次在大上海站稳了脚跟。那么大家都知道，尹桂芳、竺水昭的芳华剧团就是当时新越剧的重要阵地。那么编排了大批新剧目，沙漠王子》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剧目之一了。那我相信呢，《沙漠王子》当中的这个算命一折是广大越剧爱好者耳熟能详、非常喜爱的一个精彩唱段啊。是。对，那这是一个彩调的唱腔啊，而且呢版式多变，这个徐疾有
徐集有致，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出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这个影派传人王清来为大家呢演唱这段《沙漠王子算命》。王子他从宝剑撕下到此去，光阴流水用一股，一季过去又一季，王子上任到17岁，风沙扑面，谁过的无意之中与公子，那公子他叫什么名字？公子的芳名叫伊犁。那么刚才啊，听了王清带给我们的这段，这个原汁原味的影派经典唱段《算命》之后啊，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尹桂芳老师《一结金兰》的舞台姐妹
祝水招。是的，那么我们越剧十姐妹的之一的祝水招呢，从40年代末开始，由这个旦角儿改为小生，由她主演的《柳毅传书》啊、《碧玉簪》等戏啊，在广大的越剧爱好者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的，可惜10年浩劫，不堪迫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不过可喜的是呢，她的女公子，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越剧演员祝小昭，接过了母亲的衣钵，继承了祝派艺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特地从南京把祝小昭老师呢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大家想不想听她的演唱？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请出祝小昭老师来为大家演唱大家非常熟悉的《柳毅传书》的选段，有请。愿是我母亲与会不由哉，佳话先闻今一杯，公主啊，请用表忠为，你本是并肩岳归神仙才，夫妻乃怀动莫差不散，一路上你环境妈妈一卷卷，我其实张龙少爷不慈爱，何况你修尽在母财财，我其人究竟在是你放心噻，公主啊，知恩图报非君子，大义当前不苦为，不知为此情此景乃爱悲，情非母，留你父听报谢谢。那当我们大家感受了影派的那种委婉动听，又感受了祝派的大气深沉之后呢，接着下来我们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流派，那就是激情澎湃的徐派。我们要介绍的是热情奔放、华彩跌宕、刚柔并蓄的徐派。是的，徐派呢也是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一种流派啊。那么《北帝王》这个戏呢，我相信大家非常的熟悉。这个戏啊是在40年代徐派呢这个形成过程当中啊，标志着徐派成熟的一部戏。原来的名字呢叫做《国破山河在》。那么在哭祖庙这个唱段当中呢，我们的徐玉兰老师啊，运用了徽剧当中的高波子，以及还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扫行动般的一些这个音乐元素，非常有机的融汇在内，形成了一段徐派经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请年轻演员杨婷娜为大家演唱。
好，谢谢年轻演员杨婷娜啊。听了这个激昂的徐派之后，我们观众的情绪也激越起来了。当然是这样的啊。哎，我知道陶海啊，你非常热爱越剧，在年轻人当中，你可以说是越吃了。啊，越吃越吃，对，为越剧都吃了嘛。是，一点都不错。那么年轻人喜欢越剧，当时就我们后台还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年纪轻轻会喜欢越剧呢？因为是。这个传承了上代人的喜爱。当然，我家里的这个我的上一辈都非常喜欢越剧，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越剧本身的唯美深深的吸引了我。所以这个传承了这个前辈，然后自己又特别的热爱。肯定是这样的啊。小小的考你好了。没关系，你大大的考也行啊。是吗？难不倒你对吗？对。刚才我们听的是这个徐派。小生的流派是非常的华彩，对，激情婉转，那么在旦角的流派当中，也有一个流派非常之华彩，那是什么流派呢？这个考不住我。这个非常华彩的旦角流派，你指的一定是傅全香老师的傅派。一点都不错。那傅派呢，素有越剧界的花腔女高音之称啊，真美。唱腔之华丽，那是登峰造极呀。特别是这个楼台会的《记得草桥两节拜》这个唱段，可以说是傅全香老师傅派的这个极具代表的唱段了。好，响起我们热情的掌声，请出傅派传人陈颖为我们带来这段《记得草桥两节拜》。
乃人啊，弟弟因过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能为马家四大亲。谢谢陈莹。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这个原汁原味的傅派唱腔，唱的是祝英台。对呀。那么提到祝英台了，就不得不提梁山伯了，就不得不提我们傅全祥老师合作了几十年的一位舞台伉俪，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范派的创始人范瑞娟老师。啊，掌声已经响起了。那么说到范派呢，它是有别于尹派的纯美，这个徐派的特别的激越，激情高亢啊。那么应该说范派呢更加朴实大方，而且可以说是体现了男性的阳刚之美。范瑞娟老师呢，在这个粤剧的声腔方面啊，也是做出了这个卓越的贡献的。那是在1943年的时候，1945年的时候，对不起，对。那是在1945年的时候呢，范瑞娟老师啊，演这个《梁祝》当中的山伯临终。非常巧，也是和琴师这个周宝才呢合作创制了弦下腔。弦下腔呢特别适合这个表现人物的内在情绪，所以一时之间呢就流传开去，成为了粤剧的第2大主腔。那么是范老师为这个粤剧事业所做的贡献。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有请王淑文为大家演唱范派名剧《双列记》选段，我们掌声欢迎。流光似水，纵马空中。4年来已是20年了。夫人啊，独自为金兵入口城。
谢谢王淑文。哎，谢谢大家一定注意到这个王淑文表演的范派小生啊，和以往的这个也扮相不一样。哪儿不一样呢？沾了胡须了。王淑文介绍说，当年呢，范世坚老师为了表现这个剧中的人物饱经战火沧桑，所以呢，介于老生和小生之间，为人物沾了胡须，塑造的人物为越剧也做了新的改良。那么其实呢，在越剧当中啊，这个小生带胡须啊，并不鲜见。比如说徐兰老师啊，在他的这个《关汉卿》当中也带了胡须，对不对？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尹桂芳老师，在屈原一剧当中饰演屈原也带了胡须。是的。而且啊，尹桂芳老师塑造的这个屈原形象啊，当时是受到了这个知识界的一致首肯啊。我们今天可以欣赏到吗？当然可以。不过今天我们这个更加特别。为什么？这是一个影派经典嘛。是啊。但是演唱者是黄慧。哦，那是陆派的传人呐。你怎么就说出来了呢？我还想考大家的呢。黄慧来实在是太熟悉了。对，黄慧呢其实是这个陆锦花老师的传人啊，是陆派小生。但是今天呢，他也带上了胡须来为大家演唱屈原《天问》一折。我们掌声有请。有请。天地混沌，一色苍茫。昆龙涌密布，星月无光。长远怒吼高气浪。我娃北奔奔上苍，奔上苍，为我举行东方朔。奔上苍，为我昨日太荒唐。忠良无人上沙罗，天涯无功得东山。君王你为我在人人，君王不大。为我万人称君王，胜利你在无方。你素莫言，高高望在上，其实贵人之日多渺茫，万物休息什么地鸟于天堂。却让娃娃搞在死路上，为我不能自国民争家邦，举目看天的愿望玉在红光，奔苍天，公道在无方，在无方。苍天，苍天，你伟大，你伟大呀！天外风雨
妖魔鬼怪娘飞沙走石，将二等一去上门。这里经这批9天，八方孙孙变化万千，虚实浩瀚，撇开梦魇。血泡昏龙，真爱红龙威力无穷，偏一声结举高，于是金陵替我下令，去封报下来生其名。算算自己，到底人间罪恶，说我扭转乾坤。好，谢谢黄慧的特别出演啊！谢谢，真不容易啊这段。那么看到小生粘胡须啊，就不得不提及老生了。哦，这个粤剧的蓬勃发展呢，也离不开各个行当的百花争艳、争奇斗艳。一点不错。那么曾几何时啊，在这个粤剧舞台上，老生啊有相当高的地位。是的。与小生、小旦、小丑并称为四柱头。当然是这样的。哎，那么这个萧亚尽考我了，我也考考你吧。哇，你别考我。哎，你能说出几位我们粤剧界响当当的老生演员？那老生演员，这个4大老生啊，这个。张桂凤徐天红、吴小楼、商方辰。哎呀，说的是又快又准，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谢谢。真好啊！好，那么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上海粤剧院的几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生演员，他们是张海玲吴群，还有这个金叶，来为大家呢共同带来几段刚才您说的这几位老生泰斗的精彩唱段，大家掌声鼓励。天堂曾经调调，心中事非曾思想。我言长自闭，生梦恨，金榜题名终亏损，得配相公千金玉，月光似水，一直上安全，多曾往日夫人命他你，抚养丞相恩德恨，真面目必定生母缘。我言堂有门重重压心疼，
什么年他不忘儿名登金榜，但愿他年把母救，紫禁丞相谁人？他外面子你娘在华山陪举权。这三载母子天也共一方，看你是何的国若能举为子，我就是你的母亲啊！
臣陛下不辞下人，臣去关顾问隆恩，天儿做事太悲冷，衣裳才知乱朝政，王室宗亲俱罢撤，如今小人实公平，什么破家牢用，并才能辩不过结王离文。归昨年丰结王令，岂用无道乱变更，犯罪呀！自古到天上无儿神，岂能使人间与儿神？多则为这赵刚不正，才娘子脾气是谢谢。谢谢。流派风格是完整的艺术体系，是的应该说成熟的流派吧，都可以适应塑造不同的各种人物。比如说刚才我们同时欣赏的尹派，有这个沙漠王子算命，还有屈原天问，就表现了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物。那我们再来谈谈傅派吧。刚才呢我们听到了一段陈颖的“既得草桥两结拜”，是这个体现的是傅派非常柔媚的一面。实际上呢，傅派还有非常激越的一面比如说有一个戏大家非常熟悉，就是《情探》，中间有行路一折。这折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6字调的弦下腔，这个非常的激越，非常的华彩，把情绪呢层层推进。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出这个傅派传人陈氏来为我们演唱这段这个情探当中的行路一折。好，我们掌声欢迎，有请。交过音，黑人也成了你的客主，与你同往边境做那王妃。大僧也与贵人拜票。
一岁暖啊喂。我听在是快，点在他三两个多位，孟太太一堂见泰山为呀为。在官府上阵风，此君先把对。在那杀生爱下把命啊猜，过云雨东听，两山河在。现在哪里有宋公明富二郎，百把条好汉仗义不为。当作帮一次见黄桃怒碎，原来是王屋东去报效子嘞。不靠人，谁拦风？三川张美，广州边长留军想起了东汉子，关山在少姑娘，先把宝土少公我的坟碑。前面意思别进。边境人我心血是啊飞，在乡家是个儿女的王
愧，他在那三位如章，站上坐对，杀得我就是你孤孤单单，凄凄切切，千里望。叫你到神仙佛在。好，谢谢陈氏。谢谢。那么陶海，我们粤剧的四出经典剧目这个《梁祝》《西厢记》《红楼梦》祥林嫂，被称为我们粤剧剧种的代表剧目，四大名著啊。是啊，久演不衰。其中许多经典的唱段更是脍炙人口。还没说戏呢，大家一看都明白了啊。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聆听粤剧巅峰时期的声音，掌声请出张瑞红、方雅芬、钱慧丽。母亲的为你的心，所幸上面也
见情发出怒言，这英英小姐每晚必到花园烧香，千禧今夜要把母亲他杀来时，我定能看过十分清楚耳朵听，我娘她家不行意，梦听得家门儿呀的声，风过去城里来，一响几声。我见大家见儿仔细听见，呀，比那个破镜日月齐真。欢聚的时刻总是非常的短暂，非常高兴与我们的广大粤剧朋友们共享了这个欢乐的粤剧100年盛世。非常感谢大家观看了我们今天晚上的演出，这只是我们100年粤剧纪念演出的第一部分。是，我们在近期呢还将举行2场类似的演出，展示的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以及新时期粤剧的艺术成果。希望大家到时再次来到逸府舞台观看我们的演出。好，我们相约再见。再见。
先生们、来宾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呢，在这个夏日的夜晚和我们又一次相会在逸夫舞台。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呢，我们今天将献给大家的是纪念中国粤剧100年诞辰演唱会的下集。那么在前2出的演出当中呢，我们曾经以唱叙史，共同回顾了粤剧从诞生之初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历程。哎，千源，我想如果我们把第1台演唱会比作是一本微微发黄的照相本的话，那是带着我们去回顾那些尘封的往事。那第2台演唱会呢，那就是一团炙热的火焰，为我们展示的是那个充满着激情的年代。对，说得太好了。那这样说来的话呢，今天的演唱会是不是可以比作一个春光灿烂的大花园了？没错。你看园中是姹紫嫣红，百花争艳呢。是啊，你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啊，我们上海粤剧新的人才群体开始崛起。那么至今呢，他们也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花秋月。他们是在我们上海这座城市成长起来的。他们受到了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的影响，同时呢，吸收了大量的中外优秀文化的传统和营养，特别是他们得到了我们粤剧界最有成就、最有声望的老一辈艺术家的亲自的教诲。对，可以说是时代和上海造就了这一代人。没错。那么在老一辈的艺术家之后呢，这一个名家艺术群体承前启后，也描绘出了新世纪、新时期上海粤剧的崭新篇章。所以在我们今天演唱会一开始啊，我们首先要请出6位著名的粤剧演员为我们来演唱。那么根据他们演唱的次序呢，分别是韩婷婷、钱惠丽、赵志刚、单养平、张瑞红和萧雅。好，那亲爱的观众朋友，首先呢，要请大家欣赏的是曾经获得第4届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韩婷婷演唱的《金缕曲》选段；第3、第5届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第9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钱惠丽为大家带来的《啼笑姻缘》选段。而赵志刚呢，是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位粤剧演员，他是第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11届文华奖，还有第9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的获得者赵志刚，今天为我们演唱的是《杨乃武》选段。那么之后呢，您还将欣赏到第1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9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单养平演唱的《舞台姐妹》选段。另外呢，第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第19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和第7届中国戏剧节优秀表演奖的获得者张瑞红，今天带给我们的是宝玉夜记选段。那么另外还有第21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萧雅为大家带来的《状元未了情》选段。现在就让我们用掌声欢迎6位著名演员为我们演唱。有请。王家子，杀杀生大火，从天降。
徐徐雨在唱。从此房子宫殿都肮脏，从此不得君王称王，断是能够情难守。去娘为故里，我悲怀交加喜月光。直到此生永相别，亲人共同在故乡。曾经永难忘，去娘爱我，我爱去娘，去娘是我，我是去娘，他今日却情长一生，真是天一生情。衣裳面貌变样，举人相待，老来纵横。你是对好不这样，床呀天去会呀无恙，我也要来到桥对为去娘，为去娘，为去娘。
汉服上下，那辛苦子本身无一子必心想，那辛苦子好生我生命。莫谁挂，你娘她临着两杯都掐掉，娇儿出生上有孝，托起抚养被到了，另因着跑他娘我见一我总是句心空
生死两茫茫，今天上海无消息。请问，你听见了吗？这是你最喜欢听的声音。今日我就用它来祭奠你。你这究竟有知，定会明白我的用心。你这才天有理，就请为保我一撮下身吧。北明，阿姨，拿说来。阿姨，你这是做什么？多别多言。
来听我喊你，可声双眉回秋梦，孤城雨，千金难买一笑语。人同不亲，我妻不从，为家红颜冰雪下，我要你失算去落开心胸，从此那人民般的笑声永难
情送不起。唐时妇女遭不幸，到如今恩爱不清，我曾受伤，温馨家庭成泡影。吴锡君寂寞无情孤零零，只留下一哭痛伤心。好，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6位的精彩演唱，谢谢他们，太棒了。真的，越剧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剧种，它也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活力的剧种。是啊，我在想这个越剧这个剧种啊，之所以能够永葆艺术青春，它的奥秘之一呢，那就是薪火相传，人才辈出。对，那么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我想我们的很多老观众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啊。当时举行了很多的一系列的越剧赛事，那么脱颖而出的这些年轻演员呢，如今都已经成长为了这个舞台上的中坚力量了。对。那么像刚才为大家演唱的这几位著名的演员，当时呢在这些比赛当中也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是啊，进入到新世纪以后呢，上海越剧院和东方电视台还先后举办了好几次这个越剧新秀的比赛，比如说像2001年的上海市的这个越剧新秀的比赛，2003年的小蝶杯上海越剧新秀大赛等等。那么众多靓丽的青年的越剧人才呢，就是从这些比赛当中啊脱颖而出，而他们中还有些人呢，还曾经在上海市的白玉兰戏剧节、上海小剧场小剧目的这个评选当中，还有在首届中国戏曲演唱大赛，在全国地方戏曲精品折子戏展演评比和青年戏剧演员的大赛当中，都是频频获奖。真的是人才济济啊！没错。那么不少人呢，还入选了东方戏剧之星，成功的举办了个人专场演唱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他们其中的部分佼佼者来为我们进行精彩的演唱。好的，那么首先上场的呢是首届中国红梅奖金奖的获得者，同时也是全国地方戏曲精品折子戏专场2等奖的获得者盛舒阳，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窦娥冤》当中的斩娥选段。
另外呢，有上海粤剧第一颗东方戏剧之星之称的影派小生王清，他给我们带来的是新编剧目《小河弯弯》当中的选段。那么同时呢，优秀粤剧青年演员，上海市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新人配角奖，同时呢也是第9届浙江省戏剧表演艺术奖的获得者陈实，也将为我们带来家中的精彩片段。另一位东方戏剧之星陆派小生徐标新，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珍珠塔》中的一段精彩的唱段。好的，现在就掌声有请他们为大家上台演唱。
我真想永远永远的做好天地。
愿天上生好心人，愿神哎上主好自他的。来呀！天上这里升山城，定要将义务接到商量声。五体就在即将临，深夜表弟真大营。姑娘死离人，当初受起深怨恨，如今从我一步啊进。大人一朝安山茶。全上在且用一片两颗心。哎，千羽啊，你看，听了刚才4位年轻演员的演唱啊，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啊。在他们的声上是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其实，上海越剧院除了这些优秀的青年小生和花旦之外呢，还有不少这个优秀的老生和老旦演员。对，同样也很出色。是啊，你看前不久我们举行的越女争锋初赛当中啊，像吴群周燕儿、蔡燕等等，都是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成功晋级。对。也许观众朋友会问，那么在今天的演唱会上，哎，他们是不是也给我们来唱上几段呢？哎，大家想说，想不想听啊？想不想听？大声点告诉我。想。想不想看？看不了，不是吊大家胃口啊。因为呢，最近呢这几位呢正在这个国外呢演出，是接受了上海越剧院的演出任务，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现场呢没法一睹他们的风采了，非常的可惜。但是我觉得大伙儿作为支持和呵护我们年轻演员的观众来说呢，更加应该为他们鼓鼓掌，因为他们在国外演出，我们也祝愿他们呢为国争光，演出获得成功，好不好？来为他们加加油，鼓鼓掌。好，谢谢大家。是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啊，80年代开始，这20多年以来哈，我上海越剧院呢是一直坚持的是女子越剧和男女合演啊并地开放、错位发展这样的一个原则，也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编的新创的这个剧目。那么这些剧目呢，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在探索着内容和形式的全新的结合，这也为这个越剧的选材拓展了这个他们的一个空间，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越剧的表现能力。对，那么难能可贵的是呢，我们的主创人员始终以现代人的眼光啊，把这些传统的故事呢，赋予了他们时代的气息。那么在这一个时期，新创的一大批这个新编的剧目呢，也是深受观众朋友的喜爱。你看，像《断指记》啊，这个《玉簪记》
还有这个紫玉钗，还有这个木棉红啊，第一次亲密接触，早春2月，赵氏孤儿，白衣卿相，还有这个青山红袍虞美人等等等等，大伙儿都数不非常喜爱。胜数啊。是。那么这些剧目呢，也跳脱出了人们传统眼光当中的才子佳人的这个旧模式，那么赋予了人物呢更加深刻的内涵，同时也留下了很多动人心弦的精彩的唱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请出3位越剧名家，他们分别是金靖、许杰和陈颖。哎，金靖呢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一位西派花旦了，她的唱腔和表演深得齐雅仙老师的精髓。那么许杰呢是长期耕耘在男女合演的舞台上，应该说他为男女合演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哎，说到陈颖呢，陈颖可以说她的表演是在舞台上的表演呢，可以说是激情四溢，非常的投入。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以热情的掌声，有请出这3位带来精彩的演唱。这位夫君，夫儿金姑娘，欢喜看娃人无奈我情不起于几杯。
啊。
就因为我不懂用完他将会到。且真心把大家细推敲。两句把高粱包30番义军志同乡，靠的是鲜银雕青美绿高，望宣城的你鲜银是龙老，义军是首领，谁人能号召？一旦人心乱转去，多小红桃。转过胸中传媒刀切把子，儿女四境成地炮，这不王轩就写明提醒万情，发心啊叫，揭穿皇宫应没有计。哦，你所谓高粱把兵挑，你带我去把庞宣招聘一次我一鸟，一定尽力把心报。哎呀，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演员最好的回报了。我们再一次精彩的掌声来回报一下我们刚才演员的精彩的表现，好吗？张明全啊，其实你看粤剧能够有今天的繁荣和发展，它有一大优势，什么优势？很厉害，就是我们的粤剧呢非常善于从各类文学巨著当中啊来汲取营养。你看呢，借助着这个名著当中本身深厚的文学底蕴，使得粤剧剧目无论在文学性上还是在思想性上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你看，进入新世纪以后啊，我们上海粤剧在名著改编上也取得了新的成果。所以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就是家。风雪渔樵和玉清嫂当中的精彩片段，太棒了。那么这其中呢，嘉一剧呢还获得过第11届文华新剧目奖和2004年上海文艺创作的优秀作品奖。那么为我们表演这些片段的呢是粤剧名家孙志军、单养平、华一清和方亚芬。对，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4位这个粤剧名家啊。特别是孙志军呢，最近几年呢，他和我们的粤剧男演员共同奋斗在男女合演的舞台上，也是非常的了不起。可以说男女合演之花的娇艳盛开，离不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而华一清呢，在第7届中国戏剧节上呢，凭借着他在《梅龙镇》当中成功的扮演了太后这一角色，而获得了中国戏剧节的优秀表演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上台，为大家带来精彩选段。
一步是我比你跨的，而我跨出这一步也是出于无奈呀。4更天亮，我总不能让他等我守到天亮吧。新郎以为是神仙自己，眼前一个是红尘满园，一个天一个地，一生红线牵扯多少缘，多少缘。不见婴儿哟，面长面短，悄悄看层乱地乱，地乱他面
新船是梦中人，更觉得茅城好太远，从前是苦是甜，不管菜一辈子相依相伴我情愿。他一步一船三不完，万事落寞水莫家天长情，凄情换情人关关暖。我在母今生此地，美丽困苦了，万里奔，故地中。莫一日能听劝，千千一心平人，义勇相等，恩恩三去，同人心中路，我杀却恨情似洪水，若水流。
可人又问是小人，大头落花头，地用我红纱的金币，他红红口为母亲疼，无父望明门。行到深处，桑不言通，爱到心头，我与夫君。你那边东风吹梦伤心泪，我这边王子是两怕为谁，最怕是人难，最难可还不退。看不透生命叱咤隔千里，此人此心好难全，看不透飞得高，离得远，道不动很难去。看不透，怎往高处追？何以叫心声自处长相随？从今儿收起温馨10年前，长留心中当真情，只要你好我就。
天哪！老天对我不公，老天对我不公
长眉公主下大夫，生我的重担我深深的上肩挑，那是奴妇该3岁，我是官去官困。官子娘盼定心啊，盼月亮终于盼到丈夫长大了。想到丈夫他玉髓好，眼福身境好，且拦住杜家表，母子好言相劝与儿家，他是劝当做替不相娘，我知道路呀指望不离，夜夜流泪抱不消。这一切我都等对了啊，谁想到他有才会面把鸦片啊烧，谁知道丈夫送我公公一起面对应啊，步步当马争兄家，他那我是早决定，再来了回去再来了，可不可是生啊，可是忘了店家最难逃。我想往里在地上扫，想看花在雨中飘，想对镜在湖上飘，像花草在田野扫，我是一时了指望湖里跳，湖里跳，半路上碰到了一样东西，传了一跤。原来师傅年轻人，他专说在地是混道。这见他伤我心里推出我浑身穿对牙齿咬，那头发梢起笑，这人回龙吹嗷嗷叫，我上前用力去捂他，他连连去的把头呀，他频道也是将心事，可怜他到远的离去一门去了。
霎时间，同病相怜的官军，有转身啊，已是暖意。这多天道不明在心中摇。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岂能见死不救将他跑？我下去有了心里雨，无就串串对对，生出双手相就是我的亲生，我前世的冤家。从今儿精神放纵，有气丫头，生活好像有一把。自然有了一个人需要我去关心，我也需要这一个人陪我来。我为他烧汤烧水熬草药，我为他缝衣缝裤缝汗毛，我为他铺床铺被铺棉袄，我为他洗嘴洗脸擦背尿。他终于今天好起来，背影泪里终于阳光啊照，他面色变红了，胆量变大了，叹气变少了，笑声变多了，他气气声声气气。比比跳从一情人对我这多这样的话。像红老多么飘，像风的心看靠，像关在烈火道，想不到啊，想不到，治不了啊，治不了，风风里里心风暴，关地里从此。
爹，天下的大事为我管了，为了这份不能爹，用着的重担我管挑，为了这份不能爹，我管尽众人给予好，为了这份不能爹，千般苦万般痛，我心愿呀，这为了与你在一起，两人世界里相依相偎，可笑。死也要死在你怀抱，可怜我，可怜我，可怜我，为了刚才已经不是玉清嫂了，是一尊女神在这里。是，你看，从我们大伙儿这个热情的掌声当中啊，下雪了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个玉清嫂的喜爱。钱勇，我想问你一下哈，你知道刚才方亚芬呐在唱那个长长的这段唱腔的时候啊，一共有几句唱词？哦，这个我有标准答案的。有标准答案吗？我问问观众好不好？因为下面都是我们的铁杆戏迷了。啊有没有人估摸一下大概有几句？告诉我多少？108。只有108将。108将啊！告诉大家8、9不离10了啊。102句，102句，差不多16分钟啊！是吗？那么长啊？对，不仅是长，是超长。超长。但是大家不觉得冗长，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唱腔变化还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方亚芬的表演也非常的细腻，这个节奏感掌握得很好，所以呢，身临其境，并不觉得冗长。所以呢，这个方亚芬也就是因为成功的扮演了玉清嫂这个角色呢，又一次获得了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对，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更加应该再一次的为方亚芬鼓鼓掌，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上海越剧院呢，在扎根长三角的同时啊，这几年呢，又从上海走了出去，进行了全国的巡演活动，支撑在全国的大舞台上。你看，无论是在南方也好，西部也好，东北部也好，处处都响起了越剧悠扬的声音。那么在这些巡演当中呢，除了像《红楼梦》啊、《梁祝》这些大家熟悉的传统经典之外，一些新编的剧目，比如说古典梦幻浪漫越剧、蝴蝶梦，还有青春越剧《梅龙镇》等呢，也是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一说到这个《梅龙镇》，我想大家一定记得，在第7届中国戏剧节上呢，《梅龙镇》这一个剧目啊，一举囊括了包括编导演在内的14个奖项啊。而其中呢，张咏梅因为成功的扮演了李凤姐这个角色，而获得了优秀表演奖。那么在《蝴蝶梦》这出戏当中呢，著名王派花旦王志平啊，凭借着他出色的表演，也获得了第1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女主角奖。真的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请出王志平、张瑞红和张咏梅为我们带来这2出剧目当中的精彩唱段，掌声有请。
是脸上挂着泪千行，儿子越惊越怕破相娘，娘把我金袍回中贴在胸膛，你恨这小巧家儿红，藏的却是小儿郎，儿这子小巧一场心花放，与正东的小巧后面与上。从今后真要当一个好的儿子，好的丈夫，好的母亲，好的君王，生活永相公，李凤飞为跑银儿下流来，就叫你恭恭敬敬一杯杯得高贵皇太后，亲抚养第万八十小婴儿，第二杯得人老太师教婴儿长大成人，我要为第三
老牛我地不尽相思血泪抛红的回不问大唐风雨黄昏后天不下鸟来情人一满仿佛了心头的一句钻不开的眉头不明的根儿下边是天翻云覆没是为万迷人之中不再听，情愿今生再不问。我不真实出冰小原是谁？微光月落玻璃天，该冲上三日金风雨，人孤独寂寞伤永恒。相为谁是定比鸟不头里？落下片白茫茫大地。专门学习，这把剑上尽天亮。好一日，初心不来。
泪偷偷哭几场，美人花儿穿丝绳，不堪半回首，不堪回首，月断上，可怜他连苦名字都没有更不能对如古文少一字相，夫妻们彼此安慰，却不言相日负累，心碎家伤。恰还要一壶作伴脾胃脏，落得故必成必归十人场，就这样尊静静，给我世上生机为及妻妻若不言相，这盘茶不应到底，只看那月月之光，只看那远处能到去，只看那死老一场。儿遗憾自己是你花，是不是不管何地为何有别人苦的心黑？有去唱。
走过100年的越剧，似一朵新莲，清香溢远。步入新世纪的越剧，似一抹彩霞，绚丽多彩。回首往事，岁月匆匆，无数个故事，无数个身影，令人永难忘怀。展望未来，前景灿烂，无数旋律，无数高峰，等着我们去谱写，等着我们去攀登。好，亲爱的观众朋友，那在我们今天演唱会的最后，让我们请出今天所有的越剧名家和新一代青年演员们，共同为大家演唱为本次演唱会特别创作的《世纪情缘》，抒发我们共同的心声。朋友们，在我的手里有一份我们年轻演员的名单，看到这份名单，我们就看到了越剧的明天。下面我要隆重给大家介绍的是演唱《世纪情缘》的青年演员，他们分别是张雨峰、唐小玲、邓华威、蔡燕、王柔桑、徐来、齐春雷、周燕儿、王清、盛舒阳、徐标新、王杰、吴家燕、陈慧迪、陈实、顾爱军。青春的旋律，青春的身影，昭示着的是越剧充满希望的明天。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去的100年，你我和越剧共同走过。今后的100年，让我们继续携手去创造越剧更加辉煌的前程。纪念中国越剧100年诞辰演唱会的下集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朋友们再见。谢谢大家，晚安。宝哥哥林妹妹哈。让我们把今天晚上最热烈的掌声再一次献给我们的演员，好不好？谢谢他们。